和倩倩结婚的10年里，为了她的理想和事业，我选择了当一名家庭主妇。无论是孩子还是父母，我都悉心照料，从未让她有过任何烦恼。我本以为我所做的一切会得到她的尊重，但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她的冷嘲热讽。倩倩、小雪，快来吃饭了。不了，今天带小雪出去吃。哦，好，那我去换件衣服啊。不用了，你在家就行。为什么？李叔叔特意为我办了一场生日派对，去的都是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去了岂不是很掉档次？小雪，我又没有说错，那些叔叔都是穿西装打领带的，你再看看爸，土包子一个。倩倩，小雪，李叔叔，哎呀，李明，李明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我在外边等了好久，看你们没有出来，还以为有什么事儿呢。这是他们的家，怎么可能会有什么事儿啊？陈凡，李明只是关心我们的安全，你说话那么呛干什么？我辛辛苦苦的做了一……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气了？妈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好。哎呀，小雪，她说给准备了什么礼物？这是我收到最贵重的生日礼物，限定版芭比娃娃。陈璇，你太幸福了吧！这个礼物我想要了很久，但是它贵了。你爸对你真好。我那个好吃懒做的爸，怎么可能送得起这么贵重的礼物？这个礼物是我李叔叔送的。那你叔叔对你可真好，比你爸对你还要好。是啊，可惜我妈当年选了我爸，而不是选择跟李叔叔在一起。不然我天天都有这么好的礼物。陈凡，你不是答应我不喝酒了吗？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？臭死了，臭死了！今天晚上你给我睡沙发，不许回屋睡。前天小雪过生日，我开心就喝了几杯。陈凡，我知道今天小雪的生日派对没让你去，你不开心，但是你也不能喝酒啊。况且小雪说的对，今天去参加派对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未来都是能帮到小雪的。你去，万一给小雪丢脸了怎么办？陈凡呀，你干什么？你这样会吓到小雪的。对不起，我……你不要碰我！妈，要是知道他是这样的人，你今天还不如答应李叔叔的求婚呢。我不想让他当我爸了。求婚？老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没事，小雪胡乱说的。不可能！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好，你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是吧？那我告诉你，今天李明向我求婚了。李明，站住！你要干什么去？我去找李明。陈凡，你有什么资格去找他？这一切还不都是因为你？我？如果你足够优秀，他怎么敢向我求婚？还不是因为你不行。就好比小雪的生日，人家李明第一时间会去准备生日派对，邀请各种达官贵人，准备很多贵重的礼物。你再看看你，就做这几个家常菜，随便买个蛋糕就应付过去了。真是，我知道每个人都有攀比心，
但是你也不能拿你的无能去和人家的优秀相比。倩倩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？当年我们大学毕业，是你说你想有自己的事业，你不想当一个家庭主妇，让我放弃事业，在家里照顾孩子和父母。这些年我都按照你说的做了，怎么到头来你又嫌弃我无能了？够了，陈凡，你现在的意思是我错了，是我拖累你了，是吗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行了，陈凡，你别再说了，我真的对你太失望了。小雪，我们回房间睡觉。好。哎，陈凡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倩倩，我就想知道，这些年我为这个家做的一切，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？好，你既然想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，在我眼里，男人最失败的就是一事无成的温柔。你做的这么多事，我花几千块钱请个保姆照样能做。还有，你今天晚上别回房间睡觉了，我和小雪都不喜欢酒味。陈凡呀，陈凡，当年你为了家庭，放弃了君临集团总经理的位置，本以为能够换来他的尊重，没想到你在他心里就是个保姆。小凡呐，对于男人来说，没有什么东西比事业更重要的了，所以你要考虑清楚啊。叶总，我很清楚自己做的一切，但倩倩她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女人，我如果让她放弃的话，那她的人生会充满了遗憾。小凡呐，你所说的这一切我都理解，不过作为过来人，我还想劝劝你。不用了，叶总，我心意已决。好吧，我尊重你的想法和抉择，但请你记住，君临集团永远的欢迎你。陈凡，你要做出改变了。小凡，谢总，我明天来君临集团，我说过永远欢迎你。陈凡，你做好早餐了吗？陈凡，你这身打扮，你今天是有聚会吗？我昨天想了一夜，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男人最失败的地方就是一事无成的温柔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去上班。上班？从今天开始，爸爸就要去上班了，不再做那个好吃懒做的爸爸了。你现在也长大了，有些事情你要学会自己动手。爸爸，我……行了，陈凡，你闹什么？不就是我昨天说了你几句，你犯得着这样吗？我没有闹，我只是想明白了。你想明白什么了？你不就是在给我耍小脾气吗？是，我承认，我昨天话说的有点重，但是这小雪马上就要上初中了，我爸妈也要回来住，你去上班谁照顾他们？你总不能让我来吧？这样，我1个月给你5000块钱当你的辛苦费，行不行？你抓紧时间换身衣服，给小雪做饭，要不然别怪我没给你台阶下。抱歉，我车来了。陈凡，你今天要走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倩倩，变天了！君临集团董事长刚才正式宣布更换了总经理。什么情况？董事长临阵换帅，扶了一个新的总经理上来。怎么会这样啊？
我还打算和君临集团的总经理签约之后晋升合伙人，这不竹篮打水一场空吗？倩倩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等新任总经理上台之后，马上就可以约见他。真的吗？陈凡，你看看人家李明，哪像你，只会耍小脾气。哟，陈凡，你今天穿这一身是要去相亲啊？他相什么亲？他要是真相亲，我还开心了呢。那他这是……你也不是外人，我就跟你话说了吧。我昨天拿你们两个做比较，说了他几句，这不，一大早在这给我耍小脾气呢，说什么要去找工作，重拾事业，真是货比货得扔，人比人气死。哼，我看你这老公啊，不像是去找工作的。他不去找工作能干什么？难不成去君临集团担任总经理？你别说，还真有点像。就他，还总经理呢，当个保安还不错。哎，倩倩，你别这样说你老公，他长得这个模样，当个保安那还是可以的。陈凡，你听到了吗？不是我瞧不起你，你还以为你是当年的高材生呢。我劝你，还是老老实实在家照顾家庭，别闹笑话了。谢谢你的关心啊，但我想尝试一下，毕竟我也想向李明学习，做一个优秀的男人。陈凡，你为什么总要和李明比呢？你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人家一个电话就能约到金润集团的总经理，你呢，打一辈子工，连总经理的面都见不到，你拿什么跟他比？行了，我不想让李明看咱家笑话，你快送小雨上学去吧。不要，我要让李叔叔送我。小雪，为什么非要让李叔叔去呢？爸爸每次送我都是骑电动车，同学们都笑话我。小雪，你不能这样说你爸爸。虽然你爸爸真的买不起小轿车，但是他毕竟是你爸爸呀。不行，李叔叔，我求求你了，你送我吧。陈凡，这孩子小不懂事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没事儿，既然他喜欢坐轿车，那就劳烦您送他。陈凡，倩倩，你别生气，这陈凡呀，肯定是着了急，咱们也别待着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一会儿还得去见君临集团的总经理呢。那我们先去见总经理，回来我再找他算账。爸，公司马上要冲击全球市场了，你为什么要临阵换帅，而且还神神秘秘的，连我都不告诉我？哎呀，如霜啊，老爸，这可不是临阵换帅呀，我这是足足等了他10年呐。这人到底是谁啊？值得你这么做吗？哎呀，可是我见过的年轻人当中最了不起的人物啊！想当年，我还在犹豫集团公司是否要上市的时候，他仅入职了1天，就不顾一切地冲进了我的办公室，并且拿了一份上市风险评估报告给我看。正是因为这个报告啊，我立马决定不上市。果不其然呐，没过多久，金融危机就爆发了。正是因为我们没有上市，才侥幸躲过了一劫呀。也可以这么说吧，如果没有他呀，咱们君临集团活不到今天呢。这么巧？那他现在来了吗？应该是快到了。叶总，人带到了。叶总，好久不见。等星星盼月亮，你终于是来了。你可知道我等你等得好辛苦啊！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儿叶如霜。叶如霜，你好。你好。你这一来，我呀就可以早点退休了啊！我这就安排人事部给你去做一份委任书啊。爸，等等。怎么了？爸，我没别的意思。10年前，或许他确实很厉害，但现在10年过去了，我担心。胡闹！哎，叶总，叶小姐的话不无道理，我也想靠能力吃饭。那如霜，你说你想怎么办？很简单，
君临集团正在走向国际市场，这里有3家国外最顶尖的公司要找我们合作，你会在这里面选择哪一家？我可以给你3个小时的时间考虑。不用3个小时，什么意思？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。君临集团不需要与任何海外公司合作。为什么？一，与任何海外公司合作，那都是鱼虎谋皮。一旦我们做起来，他们第一时间想的并不是如何提供帮助，而是想办法吞并君临海外集团。二，海外集团只能提供资金，不能提供技术，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帮助几乎为零。三，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点，叶总，您一生都想把君临集团做成全球知名品牌。如果我们与海外集团合作的话，那这个名算是君临的，还是其他的？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知我者陈凡也啊。比如说啊，陈凡啊，他说的对，与海外公司的合作呀，终究是鱼虎谋皮。即使我们做大做强，做出去了，那君临集团那只是咱们大夏的君临，那它怎么能是国际的君临呢？行，恕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，好吧？叶小姐，您言重了。客套的话呀，就不多说了，都是一家人。哎，小凡呐，我这就给你设下宴席，向世人宣布，由你担任君临集团的总经理，来掌管整个集团公司。江倩倩，还是那句话，跟君临集团签下合同，晋升合伙人。要是没签，之前所有的一切都作废。好的，徐总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李苗，你一定要帮我。放心。喂，什么啊？好的，我现在已经上来了。怎么了？我托我朋友已经联系了新任总经理，他让咱们现在过去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李苗，认识你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要是陈凡有你一半优秀就好了。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的话，倩倩，你我之间何须谢字？当年要不是我被逼着去国外，咱们2个早就成为夫妻了。李苗，我倩倩，陈凡，你别误会了，我和他什么都没有做。啊，对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。不用解释，我相信你。不是的，陈凡，你不是要去上班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哦，他肯定是听了咱们的劝，然后来君临集团当保安的。什么？保安？陈凡，你不会真的来当保安吧？不是的，我来这里就以他的能力来君临集团，肯定是只能干保安呀。陈凡，我不管你来当什么，我现在命令你立刻回家照顾孩子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我就算是个保安，那又如何？我只是想变得更加优秀，更加配得上你。为什么在你的眼里，我就是这么的不堪？够了，陈凡！如果我们没有结婚，我不管你是当保安还是当乞丐，跟我都没有关系。还有，你别说动不动就说是为了我好。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我好，你学学人家李明，同样是30多岁，人家是海归，年薪100万。还是市值过亿公司的上市经理，你再看看你，同样是30多岁，你竟然出来当保安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原来在你心里，区区的一个商务经理就已经如此优秀了，是吗？那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我跟他到底谁更优秀。陈总好，陈总好。现在我和他谁更优秀？这什么情况？难道他是君临集团新上任的总经理？这不可能啊！我承认陈凡10年前是有些本事，但那都是以前的事了。这没有什么不可能，这份殊荣本就属于我。倘若不是为了你跟小雪，我又何至于今日才重回巅峰？陈总晚上好。
我问一下，刚才过去的是谁啊？你是说陈总啊？他是我们君临集团的总经理。怎么了？那他呢？他不认识，不过看形象应该是我们公司的保安吧。哼，我还以为你是什么大人物呢。陈凡，我不管你是谁，现在我和李明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我没空在这跟你聊。还有，今天是小雪的家长会，你要是心里还有这个家庭，就抓紧去吧。陈凡，下来一下。好。陈凡，叶总，怎么了？别一口一个叶总了，叫我如霜就行。让你过来呢，是带你去提车。配车？对啊，你好歹也是君临集团的总经理，总不能天天骑个电动车上班吧？好，听公司安排。张总，那个这都快到中午了，新任总经理还来吗？按理说应该早就来了呀。张总，这新任总经理有什么爱好吗？你问我也是白问。这新任总经理是董事长钦定的，到现在我也只知道关于他的一点消息。什么消息啊？据说这个新任总经理10年前就在公司，但好像因为妻子的缘故，选择放弃了事业，回家安心照顾家庭去了。10年前，为了妻子放弃了总经理的位置，这人可真傻。当初董事长因为这事儿一直耿耿于怀。那这位新任总经理叫什么名字呀？名字，这我倒不清楚，我只知道他姓陈。什么？姓陈？姓陈？这份殊荣本就属于我，只不过10年前我为了你放弃了这一切。他真的是君临集团新任的总经理。张总，公司刚采购了一辆劳斯莱斯，你这边核对一下账单。好好的采购劳斯莱斯干什么？是叶总带新任总经理选的车。哦，我知道这个新任总经理为什么现在还没来，原来是陪叶总买车去了。江倩倩，你怎么这么傻？陈凡怎么可能是新任的总经理呢？看样子今天你们是见不到新任总经理了。不过没事，董事长后面将为这个新任总经理专程设宴，届时你们再过来也一样。哎呀，那谢谢张总，谢谢张总。那我们先过去。哦，倩倩，你放心，没事的啊。我。您好，请问是陈雪的妈妈吗？是我。家长会马上要开始了，您怎么还没来？他爸爸没去吗？没有，你还是赶紧来吧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我送你吧。哎，好。这个怎么样？叶总，配这么贵重的车，会不会太奢侈了？好马配好鞍，像你这么优秀的人，就应该配这种顶级车。老婆，你能不能给我换个电动车呀？我这个电动车都已经开了5年了，都已经……换什么换啊？陈凡，什么人配什么车？你天天在家又不出门，这电动车已经够你用的了，还挑3拣4的。陈凡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陈雪的父亲吗？家长会马上要开始了，您怎么还没来？哦，对不起啊，我忘了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抓紧点吧，别让大家都等你。好，谢总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得先。小徐，你去送一下陈总。好的，叶总。叶总，谢谢。哎，这位家长，您是哪个班的呀？你好，我是6年级6班陈雪的爸爸。陈雪的爸爸不是已经来了吗？你到底是谁的家长啊？我是陈雪爸爸，你怎么才来呀？赶快进去吧。陈雪的爸爸不是已经来了吗？徐老师，你是不知道，他才是陈雪爸爸，刚才的是陈雪的叔叔啊。算了，要不我还是走了。哎，走什么走呀？今天家长会的重点是要表扬你女儿写的作文《我的爸爸》，你这个当事人要是走了，岂不是辜负孩子的一片心意？赶快进去吧。好，那我参加。
好，走。陈雪爸爸，你自己找位置坐吧。好。既然陈凡来了，那我就让位吧。不要，李叔叔，你就坐这儿。小雪，听话，叔叔坐这儿，那你爸爸坐哪儿呀？他爱坐哪儿坐哪儿。总之，你别离开我。这，小雪说的对，迟到的人本来就没有座位。陈凡，你看，没事儿，你们坐。李叔叔，你刚刚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呢。小雪，你别闹了，李叔叔已经给你讲很久了。不嘛不嘛，我就是要听。还在听，那我就多给他讲点。好，那你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我早就把小雪当做是自己的孩子。各位家长都坐好啦，今天的家长会正式开始。今天的家长会主要要表扬的几位优秀的同学，其中最为优秀的就是陈雪。他前几日写的一篇作文《我的爸爸》荣获本校作文第1名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陈雪上台。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或许不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爸爸，但他却是我眼中最优秀的爸爸。我的爸爸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，他会满足我所有的愿望。有的时候他像个出气筒，任由我如何耍脾气，他都不会计较。我的爸爸有的时候很高很高，高到我无论如何都摸不到他的肩膀。但有的时候，我的爸爸又很矮很矮，矮到我可以肆意妄为地骑在他身上。在这里，我要谢谢我的爸爸。哎呦，这孩子太有孝心了。哎，人比人气死人啊！你看看人家的孩子多懂事。哎，我要是有这么一个闺女，该多好，让我累死我也愿意。真羡慕陈雪的爸爸。哎，多么感人肺腑的一篇文章啊！来，小雪，趁着机会上去给你爸爸来一个拥抱，让我们一同见证你对爸爸的爱。好。小雪，这是李叔叔，不是你爸爸，你报错了。没有，李叔叔虽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，但在我心里，他比我的亲生父亲还要亲。如果有选择，我希望让李叔叔做我爸爸。小雪，倩倩，小雪年纪还小，你就当她童言无忌。我相信陈凡也不会跟她计较，对吧，陈凡？对，我怎么会跟小雪计较呢？陈凡，小雪她不是有心的，毕竟你今天迟到了，她心里还是很在意你的。我没有。你闭嘴。没事儿，我习惯了。既然你们都在这儿，那我就先去忙了。陈凡，你注意安全。好。倩倩，要不你去安慰安慰他？啊，没事儿，他没那么小气的。那就好。爸爸，这个是我今天画的画，我要送给你。啊，真的吗？女儿，你对我也太好了吧？你是我爸爸，我肯定要对你好啊。那这样的话，爸爸可要奖励你喽。那我也要奖励爸爸。哎呀，真好，女儿哦，回家喽。
爸爸会一直陪着小雪吗？当然啦，要是小雪不要爸爸的话，那爸爸就会离开啦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小雪才不会不要爸爸呢。那好，我们拉钩，爸爸会一直陪着小雪，小雪一辈子也不能不要爸爸。来，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快睡吧。哎，陈凡，还好你没有走远。刚金林集团打电话说总经理来了，我得去一趟。你先把小雪带回去吧。不，我不要跟爸爸走，我要跟你们一起。小雪，你别闹，妈妈真有事。陈凡，你快带走吧。不，你要是让我跟爸爸回家，我就不回家了。小雪，倩倩，跟一个孩子生什么气？小雪这么做，肯定是有她的苦衷的，对不对？他一个孩子能有什么苦衷啊？倩倩，你想，这天气冷啊，所以小雪她不想坐电动车回家，想坐轿车回家，对不对？问题是，陈凡也没有车。要不这，我给陈凡打辆车吧，好吧？不用了，我自己有车。我自己有车。你有车？陈凡，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，电动车属于非机动车，小雪想坐的是轿车，你明白吗？我说的就是轿车。不是陈凡，自从昨天我说了你几句之后，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一样？你让我觉得很陌生。你在君临集团撒谎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现在你还当着自己女儿的面撒谎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倩倩，你也别生气，这陈凡他也是不想让你担心，所以才撒谎说自己有车，这样小雪才能乖乖跟他回家呀，对吧，陈凡？哦，陈凡，你是这个意思啊？我说了，我有车，你为什么就不能信我一次？信你啊，陈凡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躺在家里1分钱都没有挣，就连买辆电动车都是问我要的钱，你让我怎么信你啊？陈凡，我不管你现在在想什么，你现在今天先把小雪给我送回去。小雪，我让爸爸打辆车，你乖乖跟爸爸回家好不好？不要，我不要，爸爸只会打最廉价的车，里面又脏又难闻的。小雪，倩倩，这样吧，实在不行还是坐我的车吧，大不了我们一起把小雪送回去，好吧？但他会不会……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，要怪只能怪陈凡他自己没有车了。好吧，那行，那我去开车，你们在这等着我啊。陈凡，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挺无助的。每次家里遇到什么事情，出来解决问题的永远都是李明，而你就像一个木头人站在这里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我真是累了。也给我机会了吧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给我帮忙的机会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从你开口让我送小雪回家开始，我没有拒绝一下，无论我怎么解释，不管我怎么说我有车，你都不相信。但是他说什么，你都相信。有时候我真的很想问你，到底我们才是夫妻，还是你跟他才是夫妻？陈凡，你到底在胡说什么？你竟然污蔑我！哎呀，倩倩，你们不要因为我吵架呀！明明，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是他先挑事的。陈凡，我不管你在想什么，你现在立刻向我还有李明道歉。道歉？我为什么要道歉？真正应该道歉的人是他。他明知道你是我的妻子，小雪是我的女儿，他却一直扮演着丈夫和父亲。你为什么不让他道歉？陈凡，你真是变了，你再也不像我之前认识的那个陈凡。哼，你认识的陈凡，我很想知道，在你眼里，以前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从前的陈凡至少不会像现在一样小气没有格局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不会当着女儿的面撒谎。我从来都没有说谎，你为什么就不肯信我？既然你没有说谎，那你的车呢？在哪儿？我的车来了。
我的车来了。劳斯莱斯定制限量版，这可是价值1000多万的车呀！我爸竟然有劳斯莱斯！陈凡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车？你说吧，这车是找谁借的？倩倩，你好歹也是市值1000万公司的经理，这种级别的豪车能借来吗？就算退1万步来说，就算能借得来，我身边哪一个朋友能够开得起这种车？我说过了，我有车，是你不肯相信我而已。哎，爸，你刚刚不是说要送我回家吗？我跟你一起回去。小雪，爸爸的车脏，你还是去坐你李叔叔的车。陈凡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且不说这车是不是你的，就算这车是你的，你有这么贵的豪车，竟然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愿意搭，你还配不配当爸爸？我不配。好了，陈凡，你为了比过我，真是煞费苦心呀。李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倩倩，你想，陈凡当了10年的家庭主妇，还有什么资格拥有这样的车？可是你还不明白，这就是他租的这辆车。租的？对，刚才在班上发生的一切，陈凡觉得自己颜面尽失，所以想扳回一城，然后就闹了这样的一出。这不可能吧？哎呀，倩倩呀，你要知道，男人的攀比心是很强的。还有，他离开教室那么久了，为什么还没有走？这不是在等咱们吗？哦，不是的，这附近没有停车场，所以才……哎，行了，别替他说话。什么停车场不停车场的？能开得起劳斯莱斯的人会在乎这一张罚单吗？不对呀，如果这车是租的，那他哪来的钱呀？而且这么贵的车，租几个小时都要几千块钱吧？你忘了，你早上给了他5000块钱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问他，看他能不能拿出来。陈凡，我早上给你的5000块钱呢？我没拿。你看吧，他拿不出来。我真没想到你现在竟然这么虚荣！我早上刚给你了5000块钱，你就拿人租车？你说话！既然你觉得这个车是租来的，那就算是租来的吧。哎，倩倩，倩倩，你别拦我！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倩倩，这个是在学校呢，况且咱们一会儿还得去君临集团呢啊。好，我晚上再找他算账。进来。陈总，这里有一份投资报告，请您过目一下。投资？是美伦集团的，他们最近想拉一笔投资，所以请您过目一下。美伦集团，这不是倩倩的公司吗？投资部的意见是可投可不投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尊重投资部的最终意见。陈凡，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挺无助的。每次家里遇到什么事情，出来解决问题的永远都是李明，而你一点用都没有。我真是累了。那沈总，我把这份合同送回去。等等，怎么？倩倩，你不是一直觉得我帮不了你吗？那今天我就用事实告诉你，我可以。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恭喜倩倩晋升合伙人，恭喜！今天你们随便玩，随便喝，我买单。倩倩姐大气，太好了。那我们玩个游戏吧。啊，倩倩姐啊，咱们光喝酒多没意思啊，咱们一起玩游戏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喜欢玩游戏。行呀，玩什么？还能玩什么？当然是真心话大冒险喽！好啊，我支持。好，那现在开始。这次呢，抽到大王牌的接受大冒险，亮牌吧，来。倩倩，大冒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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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说吧。倩倩，你这样，
你给陈凡打个电话，让他现在过来。啊？给他打电话？对啊。能不能换一个？不行。怎么？你玩不起了吗？不是，你要是实在玩不起的话，那就算了，咱们还是喝酒吧。哎呀，真好，我打，这才对嘛。陈凡，我在梦回 KTV， 你过来一趟。这下总行了吧？不行，他没回你呢。就是，回什么？我都开口了，他敢拒绝不成？哟，倩倩姐女强人，御夫有道。哎，你快看，他回你什么了？我在开会，就不去了。这什么情况啊？这陈凡什么时候开始上班了？他不是一直在家里吃软饭吗？怎么突然出去上班了呀？哎呀，算了，既然他不想来，咱也别强求。你们等我1分钟。我喝醉了，快来救我！哎，倩倩，怎么样了？什么怎么样？他马上就到。真的吗？那当然了，我还能骗你们不成？来，你去玩吧。好，赶紧。小凡呐，我知道你刚入职公司没多久，就让你去国外，肯定会对你的生活有所影响。但是出击海外，刻不容缓，我不想失此先机，所以你回去好好的考虑考虑，不要急着回答。好，叶总，我会好好考虑。我喝醉了，快来救我！怎么，小凡，你这是有急事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就先去忙吧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爸，你说陈凡他会去吗？不好说呀，不过我尊重他的决定。让来吧。哎呀，怎么又是你？喝。来，接着。我吃了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陈凡，你吼什么吼啊？我只不过是喝多了，李明搀扶了我一下而已。搀扶？他的手都快……陈凡，你怎么还和当年一样那么爱吃醋啊？就是格局放大点儿，人家李明要是真的对倩倩有什么想法，还轮到你跟倩倩结婚啊？你今天喝醉了，我带你回家。哎，等等，走什么走？今天可是倩倩的大喜日子，可不能这么早走啊！你自己不玩，别影响我们呀。陈凡，今天确实是我大喜的日子，我们晚一点回家吧。既然你要晚点回家，为什么让我现在就过来啊？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你是倩倩的丈夫，你早来一点怎么了？要是在平常，那没关系。但是我都说了，我今天有重要的会议。得了吧，陈凡，你这话糊弄别人还行，你可糊弄不到我们。倩倩早就跟我们说了，你大学一毕业就开始吃软饭，吃到现在也有10年了吧？丽丽，江倩倩，原来在你眼里，这么多年我都一直是一个软饭男是吗？陈凡，你别误会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好了，陈凡，那个大家都喝多了，说话不着边，你别往心里去。那你也过来，咱们一起玩游戏啊！对，玩游戏。你找个地方坐，大家一起玩。来，我都说了，我没时间陪你们在这里玩，我有别的事情。陈凡，我不就让你早来了一会儿，你至于给我耍脸色吗？你什么态度啊？你爱坐不坐？来，丽丽，咱们玩咱们的。好。这次呢，谁抽到小王牌，谁进入大冒险。好，亮牌吧。又是你，倩倩。哎呀，倩倩，你这运气也是绝了。这样吧，
那咱们接着来大冒险吧。好啊，好，你说吧。这次咱们玩点刺激的。哎，对，刺激的。倩倩，我一直觉得你跟李明没有走到最后是人生遗憾。这样吧，趁着这次机会，就亲他一下。啊！哎呀，亲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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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，我还在这儿呢，你们真当我不存在是吧？跟你在不在有什么关系啊？陈凡，我们只是玩个游戏而已，你别太小心眼了。就是一个大男人计较来计较去的，上不了台面。倩倩，你快点做决定吧。丽丽，要不算了吧，这样不太好。是有什么不好的？不就是亲一下吗？国外把这个都当成礼节的，很正常的。倩倩，算了，我还是喝酒吧啊。哎，丽丽，那个倩倩喝多了，这杯酒我替她喝啊。哎，倩倩，你看李明对你多体贴呀！再看看你当年的选择，我都替你感到可惜。既然你不愿意亲的话，我也不为难你，就罚你跟李明喝一杯交杯酒。交杯酒，哎，倩倩，你这要是再不同意的话，可就真扫兴了。你不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没错，喝一个，喝一个，好，我喝。不能喝。陈凡，你干什么？江倩倩，我才是你的老公啊！你当着我的面和别的男人喝交杯酒，在你眼里，你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公？都说了是个游戏，你那么较真干什么？你非要闹得大家没气氛玩下去吗？那个，我们还玩吗？玩什么？不玩了。不管干什么都有人掺和一下，你能玩尽兴啊？哎呀，丽丽，别说了，今天是倩倩的大喜日子，别说这些不高兴的话。你以为我想说呀？看他那一副小肚鸡肠的样，当年倩倩跟他结婚，怪不得呀，这一件拿得出手的东西都没有。再看看人家李明，直接给倩倩拉来了君宁集团的投资，这呀才是一个男人该干的事儿。是，这件事多亏了李明忙前忙后的，要不然我这辈子也不可能和君宁集团搭上关系。李明，谢谢你啊。倩倩，不用谢，这不过是一件小事，不值得一提，不值得一提啊。哎，李明，你这也太谦虚了，看到了吗？只有李明才能帮得上倩倩。至于你，除了在家里边吃软饭拖累倩倩，还能干什么呀你？你们说什么？这君临集团的投资是他李明拉来的？那当然，不是李明是谁呀？你不会想说是你吧？没错，就是我。我没听错吧？陈凡，这你都敢认？陈凡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在座的各位，只有李明他能接近君临集团，只有他能拉来投资，这种功劳你都敢贪？以他的身份地位，根本就不配和君临集团接触，更没有资格去拉投资。至于贪功，分明是他贪了我的功劳才对。够了，你到底在闹什么？你非要让我当着这么多姐妹的面丢人现眼吗？我闹，我让你丢人现眼。倩倩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？信你？我信你什么？你有什么本事我还不知道吗？你不就是个家庭主妇，无权无势的？你现在生存还要靠我的工资，你拿什么和人家李明比呀？哎，倩倩，你也别生气，这个至于谁拉来的投资，这个根本就不重要。现在重要的是，这个投资已经在你的手里了。如果陈凡他需要这份功劳的话，那我让给他就是了。李明，我知道你大度，是你的功劳就是你的，谁也夺不走。就算是给他陈凡，他也不配。哼，真不是我说你，这男人还是要有点本事，要不然给的功劳都接不住呢。给我功劳，你也配？陈凡，李明也是为了你好，你为什么要处处针对他？我命令你，
现在给他道歉。你为什么要让我给他道歉？你行，我今天不想跟你们争论这么多。既然你说这君临集团的投资是他李明拉来的，合同就在这儿，你大可以翻开合同看到最后一页，看看上面是谁的名字。最后的签名不就是现任总经理的名字？难不成还能是你陈凡的名字？哼，是不是？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陈凡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争什么。你没本事就是没本事，还非要看签名。好，那我今天就让你看清楚。哎，要我说，陈凡，你不用跟他生气，这件事情，倩倩，你也别怪陈凡，他也是不小心才推了我。说起来也怪我，要是我能够及时躲避，也不会弄到合同上。我推你？陈凡，你知道这对合同对我有多重要吗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知道了，这份合同呀，就算是说破天，也不可能签到陈凡的名字，所以他怕事情败露，所以就故意撞到李明，借他的手弄脏签名。什么？这也太卑鄙了吧！你们是眼瞎了吗？分明是他自己把酒杯打翻的。陈凡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没本事就认命，你非要逞什么能？李明，你没事吧？他当然没事了，因为是他自己打翻的。你闭嘴！陈凡，我已经不跟你计较了，你还要蹬鼻子上脸？这是事实。事实？什么是事实啊？事实就是这投资就是李明拉的，而你就是一个废物，这辈子都比不过李明的。我是废物，还真是有意思啊。好，我是废物，江倩倩，既然我说什么你都不信，那就算了。哎，陈凡，哎苗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刚才喝酒喝的有点快，头晕晕的。你不是要追陈凡吗？倩倩，你去吧。啊，没事儿，你先坐，我们继续。叶总，我同意出国。什么？你同意了？哎呀，好，太好了！哎，你准备一下，明天我就给你举行介绍晚宴，然后3天后启程。叶总，反正我都要去国外了，介绍晚宴就免了吧。那好，就依你。谢谢叶总。爸，陈凡同意了吗？同意了。哎，闺女啊，你也好好收拾收拾。3天后啊，你同他一起去。我可告诉你啊，陈凡这个人能力非凡，哪怕你就跟着他学点皮毛，你都能受益终身呐。我明白的。10年，江倩倩，我为你做的一切你都视若无睹。既然你现在不需要我了，那我就放你自由，先放过我自己。最后的3天，我会履行好我最后的职责。以后，我们各自安好。倩倩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没事儿，我就是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陈凡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陈凡那个小肚鸡肠的人啊，这会儿说不定回家睡觉了。哎，你别多想了啊，你继续玩吧。希望如此吧。陈凡，你怎么不等我一起回来？你就不好自己一个人留在那儿。等你一起回来，有必要吗？没有我，也会有别人送你回来。陈凡，你别误会了，李明是担心我一个人打车，所以不用解释。陈凡，妈，
他不是要上班吗？怎么又开始做饭了？可能是他想通了吧，他知道再怎么努力啊，也比不过你李叔叔。这就留家照顾我们了。陈凡，既然你已经想明白了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你以后啊，别再闹小脾气了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当个家庭主妇，钱少不了你。听到了吗？妈妈说，你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李叔叔，再这么闹下去，丢人的也只会是你。小雪，吃你的饭。陈凡，小雪她没事，快吃吧，别凉了。妈，我吃完了。小雪，今天我去送你吧。我都跟李叔叔说好了，让他每天都来送我。小雪，你别闹了，你李叔叔那么忙，哪有时间送你啊？小雪，走吧。李明，李叔叔，你来啦。李叔叔答应你的，以后每天都要送你上学，当然要来啦。陈凡，不好意思啊，虽然你是孩子他爸，这孩子应该你来送，但是他不允许，这我也没办法呀。李叔叔，你为什么要给他道歉？我就喜欢你来送我，要是你是我爸爸就好了。小雪，你别胡说。哎，陈凡，那个小雪她没事儿，小孩子嘛，童言无忌，我知道的。小雪，今天就让爸爸再送你最后一回，好吗？行吧，就看在你求我的份上，今天就让你送我。可是说好了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都要让李叔叔送我。好，都依你。陈凡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妻贤女弃，做个男人做到你这个份上，真是失败。不过以后你的老婆就是我的了。小雪，我们走吧。去吧，小雪。小雪，你先回房间休息，我跟你爸有话说。凡，你先别收拾了，你坐下，我们好好聊聊。聊什么？陈凡，我觉得你最近很不对劲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我老老实实的照顾家庭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我承认，我最近确实有点疏忽你，但我也不是为了事业嘛。你知道我为了成为公司的合伙人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吗？况且要不是人家李明帮我，我也拿不到君宁集团的投资。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？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觉得是李明帮了你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觉得是李明帮了你？陈凡，确实是人家李明帮了我，你能不能别胡搅蛮缠了？我胡搅蛮缠了吗？不然你在干什么？我跟他真的只是朋友关系，我们之间的所作所为也只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互帮互助，你至于处处跟人家过不去吗？你身为一个大男人，怎么那么小心眼？我跟他过不去，我小心眼。既然我在你心里是这种形象，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无话可说。你什么态度啊？我好声好气的跟你说话，你就这么不当回事儿？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我去洗碗。陈凡，芊芊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陈凡，你要是有人家里面一半的优秀就好。李明，今天谢谢你啊，帮小雪请到了这么好的辅导名师，这小雪的学习啊，以后一定会更好的。李叔叔，你真好。芊芊，你太客气了，我心里早就把小雪当做自己的女儿了，这都是我应该的。谢谢。
你们怎么来了？当然是给你惊喜喽。李明，你不是有事要给倩倩说呢？说啊，什么事啊？倩倩，10年之前我错过了你，10年之后的今天，我想重新和你在一起，陪伴你，守护你，一直到生命的尽头。嫁给我。李明，哇，李明也太浪漫了吧！要是有男人能这么对我，我得幸福死。倩倩，李明对你的感情啊，10年如一日，可不是陈凡那个窝囊废能比的。还愣着干嘛？快答应他呀！是呀，妈妈，丽丽阿姨说的没错，我想让李叔叔当我爸爸。别嫁给他呀！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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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起。陈凡，陈凡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我和李明他……陈凡，你来的正好。今天的李明要向倩倩求婚，既然你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，那你就识趣点，把倩倩让给李明吧。就是，10年时间足以证明你并不是他的良配，不要阻止他奔向更好、更合适的人。陈凡，其实我是不想这样的，我实在忍受不了倩倩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所以你是可以理解我的，对吧？你别胡说，陈凡，你别误会了，那个我和李明他开玩笑的。没关系，我看你们经常出双入对，你也很喜欢跟他在一起。既然气氛都已经到这儿了，要不你就答应他吧。什么？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陈凡居然同意倩倩嫁给李明，倩倩现在还是他老婆呢。我们果然没有看错，陈凡就是个窝囊废，竟然把自己的老婆往外人身边送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可是你老婆。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吗？我现在成全了你们，你们反倒还怪起我来了，真是可笑。你们继续，我还有事儿就不奉陪了。哦，对了，提前祝你们2位新人，还有小雪，你们一家3口和谐美满。陈凡，妈，他什么意思呀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陈凡呀，觉得来硬的不行，干脆以退为进，用这种假装大度的方式啊，让倩倩产生愧疚。什么？这心机也太深了吧！他都多大个人了，还像小孩一样耍这种手段，真丢人。倩倩，都怪我不该这样，要不陈凡也不会生气的。这不关你的事。既然他要装模作样，那我倒要看看他能装到什么时候。站住！你要去哪儿？倩倩，陈凡的一切都是你给他的，离了你，他还能去哪儿？之所以演现在这么一出呀，无非就是看刚刚的法子不起作用，开始换新手段了。陈凡，我都说了，李明是开玩笑的，你至于这个样子吗？他都多大个人了，还跟小孩一样离家出走，真没意思。你们误会了，我只是因为工作要出趟远门。你又开始了，你能不能别再闹小脾气了？你已经与社会脱轨10年了，就算你找到工作，也就是个保安，你为什么要出远门啊？倩倩，说不定陈凡真的是有急事要出远门呢。你别帮他找补了，陈凡，你有完没完啊？你现在把箱子放回去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放回去，江倩倩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陈先生，3天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要准备出发了。爸，陈凡，他们是什么人啊？还有什么3天已到？你是要去哪儿啊？我是陈先生的同事，今天特意带陈先生前往国外拓展业务。国外拓展业务？你真的找到工作了？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你信了吗？我昨天拿你们2个做比较，说了他几句，这不一大早在这给我耍小脾气呢。
说什么要去找工作，重拾事业，真是货比货得扔，人比人气死。不是我瞧不起你，你还以为你是当年的高材生呢。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在家照顾家庭，别闹笑话。那你这么大的阵仗，你要去多久啊？少则3、4年，多的话10几年吧。这么久？爸爸，你把我和妈妈丢在家里这么长时间，我们怎么办呀？你和妈妈？我走了之后，你不是还有李明叔叔吗？你这么喜欢他，就让他来照顾你好了。陈凡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不想干什么，我只想成全你们。这个，麻烦签个字吧。离婚协议啊？你要跟我离婚？是，只要你签了字，我以后就不会再出现在你的面前，就不会再碍你的眼，更不会再阻止你追求幸福。签了吧。不是的，陈凡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离婚，你不就出个国吗？不管多久，我和小雪都在家等你回来。对，你不要和妈妈离婚。你不是最喜欢吃糖吗？我把我最喜欢吃的芒果味棒棒糖给你，你不要和妈妈离婚。小雪，你忘了，爸爸对芒果严重过敏。好吃吗？好吃。爸爸，陈凡，你怎么了？这个蛋糕里是不是有芒果啊？是啊，爸爸，你。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小雪，爸爸对芒果严重过敏，但凡稍微沾上一点儿，都可能要了爸爸半条命。啊，这么严重？爸爸，我再也不给你吃芒果了。小雪真乖。对不起，爸爸，我没有记住。小雪，你不是没记住，你是根本就没有记。没关系，爸爸不怪你。陈凡，对不起啊，小雪没记住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叮嘱她。马上天冷了，你有没有带厚衣服啊？厚衣服？是我前一段网购的时候给你买了几件加绒的衣服，我这就去给你拿。你确定你给我买衣服了？这还差几10块钱就能享优惠了，给陈凡买几件过冬的衣服，凑个单吧。老婆，饭马上做好了。他一个大男人，平天也不出门，买那么多衣服干什么？还是买个口红吧。刚好。啊，老公，对不起，是我忘了啊，我记得我还给你买了一件大衣呢，1万多。小雪，你上去给爸爸拿下来。你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呀！妈，那件大衣你送给李叔叔了，就是他身上穿的这件。江倩倩，这就是你说的给我买的衣服呀，还真是不错。老公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这就给你买新的。要不把我身上这件给了他吧，反正你和小雪也给我买了好多件，我不在乎这一件。你住口！老公，对不起，不是那个样子的，是我跟女儿忽略你了，我真的……你不用解释了，不都已经过去了吗？
把这个签了吧，我还要赶飞机呢。行了，陈凡，你吓唬谁呢？我就这点破事，你至于吗？就是，看你这斤斤计较、上不了台面的样子，跟李明差的可是10万8千里。倩倩，你看看你嫁的这是什么人啊？你当初要是但凡不跟李明分手，今天就不会受这个气。没错，拿不出手也就算了，还哗众取宠演这么一出。我看呀，你根本不是出差，而是出轨。我出轨？没错，就是出轨，人都已经在这儿了，你还想狡辩？陈凡，我真没想到啊，你竟敢把小三光明正大的带到倩倩面前，你真无耻啊！什么？爸爸出轨？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我说你怎么非要离开倩倩呢？原来你已经找好下家了。你这么做对得起倩倩吗？陈凡，你出轨了？他是你在外面帮佣的小三吗？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。我跟陈先生清清白白，只是同事关系，但你作为他的妻子，竟然听取他人的挑唆，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丈夫，对得起他这么多年为你的付出吗？付出？屁的付出！每天在家做饭、扫地，吃倩倩软饭，这也叫付出？真是搞笑！江小姐，10年前，她为了你放弃了登临绝巅的机会，当了家庭主妇，一直陪在你身边，照顾你，陪伴你。你也是这么想她的吗？呸！还登临绝巅？陈凡这个废物也配？个不要脸的小三儿，还敢在这胡说八道！看我撕烂你的嘴！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！你要是再敢在这嚼舌根，污蔑我跟陈先生之间的关系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。倩倩，你看这个女人这么维护陈凡，要说他们两个没有奸情，谁信啊？倩倩，他这哪是在打丽丽的脸，他这是在向你示威，打你的脸呀！陈凡，我还真是小瞧你了。你今天闹这一出，不就是为了跟我离婚吗？想让我签字，没门儿！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江倩倩，你自己也知道，就算你今天不签字，只要我们分居满2年，就可以单方面离婚。你真的要跟我离婚吗？什么离婚？我看陈凡呀，就是拿准了你会挽留他，所以才这肆无忌惮的耍脾气、耍手段。就是，倩倩啊，他离了你，他屁都不是。只要你态度强硬点，他保证乖乖认怂。好，既然你非要跟我闹脾气，那你就走。你离开这个家，就再也不要回来了。就是，妈妈说的对，你今天要是敢走，你就不是我爸了。江倩倩，你现在还在觉得我在跟你闹是吗？结婚这么多年，我有跟你闹过脾气吗？小雪，我知道你讨厌爸爸，所以爸爸就不留在这里让人讨厌了。我走了之后，你要乖乖听你妈妈的话，好好学习，按时吃饭，知道吗？不要，爸爸，我错了，我不要。叶小姐，我们走吧。陈凡，陈凡，妈，他真走了，他真的不要我们了。小雪，他怎么可能会不要你们呢？陈凡不是说过吗？他这辈子就是为了你们而活，离开了你们，他活不下去的。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想到陈凡会生这么大的气。这样，我去给陈凡道个歉，或许他一高兴，他就不离家出走了。够了，你们别说了。李明，你可真善良。不过呀，像陈凡这种人，你越搭理他，他就越来劲，反而晾他几天，他自己就会觉得没意思，然后屁颠屁颠就回来了。你看我说什么？像他这种贱骨头呀，最会装模作样了。你看这不就回来了？江倩倩，我再给你最后一个忠告，离你的闺蜜远点，她们不是什么好人。你说什么？魏狗东西，你敢骂我啊？我只是说实话罢了，言尽于此，你好自为之。他真的走了，这窝囊废还真敢走，真长本事了。走了就永远别回来了，要不然呀，我非要找他算账。
走了也好，这样就没有人掺和倩倩和李明了。就是，李明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那个废物啊，已经走了，这是你跟倩倩再续前缘的绝佳机会啊！倩倩，够了，倩倩你们都回去吧，我累了。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但是你别怪罪丽丽，他们也是为了你好。你也回去吧。那好，倩倩，你千万别因为陈凡伤了身体，改日再聚啊。妈，爸爸真的走了，他真的不要我们了。爸爸不会离开我们的，他一定是在吓唬我们。对，爸爸一定是在吓唬我们。走，我们回家。爸爸没有把东西全拿走，快回去看看。你真的舍得你的妻女吗？人总要往前看。10年之前，我为他们而活。倩倩她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女人，我如果让她放弃的话，那她的人生会充满了遗憾。在我眼里，男人最失败的就是一事无成的温柔。你做了这么多事，我花几千块钱请个保姆照样能做。这小雪马上就要上初中了，我爸妈也要回来住，你去上班谁照顾他们？你总不能让我来吧？这样，我1个月给你5000块钱当你的辛苦费，行不行？从今往后，我要为自己而活。那就祝你告别过去，迎接美好人生。谢谢，江倩倩，再见了。妈，爸爸给我们的合照撕了，爸爸真的走了，他真的不要我们了。这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爸，你好，不是爸爸。李秘书，你怎么来了？张小姐，之前合同漏签了一份，麻烦您补签一下。哦，好的。陈凡，江小姐，合同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李秘书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陈凡是谁啊？他是我们君临集团新任的总经理。什么？君临集团新任的总经理啊？对呀，我们陈总今天出国了，不过您放心，他很看重跟您的合作，特地交代签完字后合同立即生效。合同就在这儿，你大可以翻开合同看到最后一页，看看上面是谁的名字。最后的签名不就是现任总经理的名字？难不成还能是你陈凡的名字？是不是？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原来他真的是君临集团的总经理，我的投资真的是他拉的，是我错怪了他。哎，江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我想问一下，陈凡他为什么能担任君临集团的总经理？是因为他的能力很出众吗？这个您就不知道了吧？其实早在10年前啊，陈总就足以胜任总经理一职，只不过当时啊，他为了照顾妻女，甘愿放弃事业。像陈总这种既优秀又顾家的好男人，也不知道谁这么好运嫁给了他，真是羡慕啊！真香啊！乐了吧，老婆？再等等，他马上就好。老婆，泡泡脚对身体好。谢谢老公。原来他为了我，为了这个家，付出了这么多。妈，江小姐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李秘书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知道他这次出国去哪里了吗？这好像跟这次合作没有关系吧？您问这个干什么？因为我是他的妻子。江小姐，您就别开玩笑了，哪有妻子不知道自己老公去哪出差的？不是的，是因为我们之间闹矛盾了，我还没来得及问他呢。对，这就是我的爸爸，这是我们的家。既然你说陈总是这个家的男主人，
那为什么没有看到你们和陈总合照呢？合照，肯定有的合照。我们没有跟爸爸的合照，这怎么可能？老婆，我跟你和小雪就只有这一张合照，要不等周末咱们出去多拍几张？你不知道我工作很忙吗？我哪有时间拍照啊？就是，周末还要跟你叔叔去逛街呢，你要拍自己拍去。我们怎么连跟爸爸的合照都没有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！我就说嘛，陈总不可能是你的老公。不是的，李秘书，是因为我工作太忙了，我没来得及跟他合照。工作忙到连和自己老公拍合照的时间都没有吗？江小姐，您可真是大忙人呐！好，既然你执意说陈总是你的老公，那我便问你几个问题，如果你回答对了，我就信你。好，你问。陈总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生日是3月6号。3月6号，您确定吗？我确定。不好意思，江小姐，您答错了。陈总的生日是7月7号。不可能，是3月6号的，我记得是3月6号的。妈，3月6号是李叔叔的生日。我记错了。第二个问题，陈总他最喜欢吃什么？这个我知道，他喜欢吃烤熟的土豆。江小姐，您又答错了。怎么会？我经常看他吃土豆的，他最喜欢吃的就是土豆。我记得我们陈总说过，他刚毕业那会儿生活非常的窘迫，为了让女朋友吃点好吃的，天天吃烤土豆，都吃腻了。所以他不仅不喜欢，反而十分讨厌吃烤土豆。陈凡，你怎么又吃土豆啊？你天天吃不腻吗？我最喜欢吃土豆了，不仅有营养，还可以补充维生素呢。老婆，可我住在这么小的地方，真是委屈你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江小姐，最后一个问题，请说出和陈总关系最好的3个朋友的姓名。3个好朋友，他有好朋友吗？老婆，我有个兄弟要出国，我们几个说好了去给他送个行，我很快就回来。站住！谁让你去了？你那一群狐朋狗友，以后还是不要叫我。我几个兄弟都是正经人，就耗子他们。你在学校我说不让就不让。陈凡，你不听我话了吧？江小姐，您不会连这个问题都不知道吧？我不知道。江小姐，你这一问三不知，还说是陈总的老婆，也幸亏你不是陈总的老婆，我都不敢想象这种被妻女忽视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得回去复命了，希望我们双方合作愉快。这么多年了，我竟然都没有关心过他。妈，我饿了。小雪，你先去休息，妈妈去给你做饭。真香啊！乐了吧，老婆？再等等，菜马上就好。你怎么了？要是爸爸在就好了，他不会让你下厨，你也就不会受伤了。
老婆，你讨厌厨房油烟的味道，以后就别进厨房了。这个家只要有我在，就绝对不会让你下厨。是啊，要是爸爸在就好了。小雪，这么多年，你爸爸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，他这次出国，不管是3年、5年也好，还是10年、20年，我们都一定要等他回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定会等他回来的。你先去玩会儿，妈妈马上就好。小雪，吃饭了。妈，你的厨艺真是越来越好了。妈妈也是这么多年才明白，当初啊，你爸在家为我们付出了多少，只可惜我们都没有体谅过他。妈，之前都是我们错了，等爸爸回来，我们一定不能让他再失望了。在全球商业的激烈角逐场中，君临集团犹如一匹黑马脱颖而出。作为主要负责人的陈凡更是亲率精锐冲锋在前。今日他凯旋而归，江城机场小雪，人头攒动。你爸爸回来了。高层爸爸，老婆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虽然我们已经结婚了，你也给我生下了宝贝女儿，但是我们一直没有举办婚礼。这次回国，我跟爸也商量好了，一定会给你好好举办一个正式婚礼。妈妈，我想上厕所。好，妈妈这就带念念去厕所啊。老公，你等我们一会儿。快去吧。妈，这都6年了，爸爸不会还在生我们气吧？不管怎么样，这次见到你爸爸，一定要好好得到他的原谅，好不好？我知道。爸爸，是你们？陈凡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和小雪等了你整整6年，一直期盼着你能回家。等我？是啊，老公，我们在等你回家啊。是啊，爸爸，既然你回来了，就跟我们回家吧。回家？回什么家？当然是回咱们家呀，回咱们生活了10年的家。江小姐，恐怕你忘了吧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那是你们的家，不是我的家。不是的，你当年说的不是气话吗？我承认之前是我错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这几年我想了很多，也改变了很多，我以后会好好听你的话，我不会再无理取闹了。你能不能回来？我再也不跟你吵架了。是啊，爸爸，妈妈已经做出改变了，就跟我们回家吧。江小姐，看到你的改变我很开心，但是很抱歉，我不能跟你回家。为什么？我已经向你道歉了，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吗？因为我已经有了新的家庭。什么？我说我结婚了。陈凡，这不可能！你是不是因为不肯原谅我，所以才找了个理由？我没有骗你，我真的也……谢谢。我就知道是你。不过你好端端的来君临集团楼下干什么？陈凡，陈凡，你竟然回来了！陈凡，6年前你一走了之倒是快活，你知道这些年倩倩和小雪过得有多难吗？远的不说，就前段时间小雪生病啊，还是见李明半夜开车送他们去医院的。这点小事儿不值得一提。不过陈凡为了一时之气抛妻弃女6年，我不能看着这对妻女受罪啊！
你看到了吗？你瞧瞧人家李明多负责，你再看看你，你这废物和李明比起来，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。能够照顾他们母女，不一直是李明梦寐以求的吗？现在他已经做到了，不是很好吗？陈凡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你走的这6年，我一直都和李明保持距离，是因为那次小雪生病了，我真的很着急，外面雨下得很大，我打不着车，所以才……哎，倩倩，你这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人家李明照顾你这么多年，这是事实。他就是比陈凡这个废物更懂得怎么照顾你。丽丽，你别说了，陈凡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。有没有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江小姐，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，我还有事儿，请自便。陈凡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你能不能别那么绝情？是啊，爸爸，你回来吧。我都已经跟你们说过很多遍了，到底我要怎么说你们才肯罢休？我真的已经结婚了。你结婚了？结婚？陈凡，你这个人可真搞笑啊！当年要不是倩倩眼瞎看上了你，嫁给你这个废物，我估计你都得单身一辈子。现在倩倩离了你，还有谁能看上？就是，真以为自己出了几年国就了不起啊？你看看你这废物样，谁会嫁给你啊？谁说没人嫁陈凡？我就是陈凡的老婆，我就是陈凡的老婆。是你？我记得你6年前就是你把陈凡给接走的，当时我就觉得你们两个关系不正常，没想到果然勾搭在一起了。现在你看，当时你要跟李明在一起，还会有现在的事儿呢。6年了，没想到竟然还真让你这个小三给上位了。丽丽，少说2句吧。这是君临集团董事长的千金。什么？叶家千金？就算是叶家千金又怎么了？明明是他上赶着当小三，我还不能说了吗？叶小姐，你的身份地位，什么男人找得到？你为什么要抢我的老公？现在知道他是你老公了，那你怎么不想想你之前是怎么对待陈凡的？结婚10年，你对他有过关心吗？有过爱护吗？都没有，你处处嫌弃他，贬低他，你对另一个男人甚至比他都要好，这就是你所谓的老公？你懂什么呀？倩倩之所以这么对待他，还不是看他烂泥扶不上墙？但凡他有人家李明一半成功，倩倩会这么对待他吗？烂泥扶不上墙，不够优秀，那是因为你们有眼无珠。陈凡无论是商业方面还是家庭方面，都比你们口中的李明优秀1000倍、10000倍。你就是爸爸是最优秀的。爸爸，陈凡，你们都有孩子了？对，念念她是我的女儿。爸爸有了其他的女儿。陈凡，你们竟然背着我生孩子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！过分？哪里过分了？陈凡当时已经跟你离婚了，他单身，我未嫁，我们在一起生儿育女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不同意，就没有离婚。江小姐，整个世界不是围着你转的，法律都同意了，你不同意，你又算什么？他是我爸爸，你凭什么抢走他？你凭什么抢我爸爸？爸爸，我真的错了，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小雪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我对你有抚养义务。你放心，在你成年之前，我该给的抚养费1分都不会少。我不要什么抚养费，我只想让你永远陪伴我。陪伴？抱歉，爸爸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我有自己的家庭需要照顾，我也有自己的女儿需要陪伴。爸爸，那我怎么办？小雪，你爸爸不要你了，叔叔要你啊！我不要李叔叔，爸爸，我不要别人的陪伴，我只想让你回来。小雪，这些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陈凡，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了？
对待自己亲生女儿竟然都能狠心到这种地步。倩倩嫁给你，生下小雪，真是他们母女党的把柄气。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负心汉，渣男！不许你们这么骂我爸爸！倩倩，真不是我说，陈凡一个大男人整天待在家里，能有什么出息啊？我看你还是迟早跟他离婚吧，人家李明都等你多少年了。就是啊。你们是来我们家吃饭的，还是来挑唆我跟倩倩的？行了，丽丽就是开个玩笑，就是跟小孩一样斤斤计较。再说了，丽丽阿姨也没有说错，李明叔叔就是比你有出息。爸爸，对不起，是我之前没有保护好你，你不要怪我。没关系，小雪，爸爸不怪你。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我只希望以后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。老婆，我们走吧。爸爸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回来。倩倩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丽丽，你说我真的失去陈凡了？瞧人这点出息，失去就失去，这么在乎一个废物干什么？你不是还有李明这更优秀的选择吗？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陈凡一没背景，二没人脉的，怎么会攀上叶家这个高职？什么攀上叶家？那个废物就是在骗我！骗我们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们看，果然是在骗我们。那这么说，叶家明天才给女儿举办婚礼，那她就不是陈凡的妻子。陈凡这个废物，只会用这种低级的伎俩来骗我们。那就是说，爸爸还没有新的家庭，他还没有别的女儿，对吗？没错，你那个不负责任的爸呀，就是在耍你们。这个陈凡欺人太甚了，倩倩，等他回来，绝对不能轻饶他。我还以为陈凡有多老实呢，没想到这么心机。倩倩，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们母女俩了。可是叶如霜为什么要帮着陈凡骗我们呢？我明白了，这里是君临集团，如果陈凡在这里吵起来，肯定影响不好，所以叶如霜才会帮他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就解释得通啊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你要是不信，那这样，陈凡不是说叶如霜是他老婆吗？那明天咱们也去参加他的婚礼，到时候所有真相就都一目了然了。对对对，我们也去参加婚礼，我们倒要好好看看，看他怎么出丑。老公，我带念念去补个妆，一会儿就直接上台了。好。念念，走，跟妈妈去补妆了。好的，妈妈，走。这么高级的场所，也就只有叶家这种顶级权贵才撑得起。没错，像陈凡这种废物还想攀上叶家，离不得你，可能吗？爸，陈凡。是你们？我记得这场婚礼没有邀请你们。别装了，陈凡，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叶如霜的老公啊，根本就不是你。不是我？没错，我们都已经看到新闻了。叶如霜的老公是一位神秘的商业奇才，两个人相伴多年才修得正果。你又怎么知道我不是那个商业奇才？那当然是因为你不配。我不配？没错。你是什么样，我们最清楚不过了。一个吃软饭的窝囊废，也配和商业奇才相提并论，真是可笑。陈凡，我真得说你两句，人可以无能，但是不能不自知。你如果真的是叶小姐的老公，他怎么会一个人把你孤零零的放在这儿？你说说你，为了高攀一个自己配不上的女人，一次次的伤害倩倩，
你看你把他伤的有多难过呀！没错，你现在赶紧给倩倩道歉，要不然呀，待会儿你哭都没地方哭。陈凡，你别闹了行吗？你跟我回去吧。江小姐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从此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。麻烦你不要带着你这些朋友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。陈凡，你非要这样吗？我知道，就算是你担任君临集团的要职，但是你也配不上他岳如霜啊！你就不能回头看看我吗？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，配不配得上还轮不到你说了算。事到如今你还嘴疼，那我待会儿看看你到底怎么出手。陈凡，你快点下来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江倩倩，你还真是一点儿都没变，还是不相信我。好，既然你们执意要留下来，那就亲眼看着我跟如霜结婚吧。各位来宾，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盛世婚礼，让我们共同有请新娘登场。小宝贝儿，请老爷走下舞台。我曾经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结婚，直到我遇到了他，是他让我明白什么叫无微不至的关心，也是他让我明白什么是矢志不渝的爱情。他在我心里是全世界最好的丈夫，也谢谢你们来见证属于我们的幸福。听说叶大小姐眼光很高的，男方到底是谁这么厉害，把叶小姐娶到手？我也不清楚，不过叶小姐能和他结婚，她也一定是人中龙凤。听到了吗？只有同辈中的翘楚才配得上叶家。至于你这个窝囊废，就别痴心妄想了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新郎登场。他是听不懂人话吗？非要丢人现眼，倩倩，你赶紧把他拉下来呀！老婆，老公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刻了。什么？他们真的是夫妻啊？男的帅气，女的也漂亮，他俩能走到一起，真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呀！就是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祝福他们。爸爸，你真的不要我们了？你爸爸没有骗我，他真的结婚了。小雪，妈妈很后悔。这怎么可能？陈凡他这个废物怎么能攀上豪门？凭什么？新娘，你是否愿意让你对面的这个男人成为你的丈夫？无论贫穷或是富有，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你都会爱他、照顾他、尊重他、信任他，永远对他忠贞不渝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我愿意。等等，我不同意。各位，你们千万不要被男方给骗了，她才是陈凡的妻子。没错，她不仅陪伴了陈凡10年，更是给陈凡生了一个女儿。没想到他陈凡转头就另攀高枝，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渣男。什么？陈凡他有妻子了？那怎么他跟叶小姐还结婚？我去，骗婚骗到叶家了，这胆子也太大了吧！你们有完没完？我们没完，明明是你玩弄倩倩的感情，我们帮她讨回公道，有错吗？老公，让我来。讨公道，那我们就让大家来评个公道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君临集团16年前，有一位商业奇才凭一己之力，避免了君临集团破产的命运。没错，我记得虽然他很年轻，但是他对商界的见识和魄力，让许多业界前辈都自愧不如啊。
可是他跟陈凡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位商业奇才就是陈凡，我的老公。啊？什么？10年前，我老公应该就任君临集团的总经理，但关键时刻他销声匿迹，就是为了他。我老公的前妻江倩倩，我老公为了照顾他们母女，甘愿成为家庭主妇，但他从来不理解、不尊重，更是在她这几个闺蜜的挑唆下，说出男人最失败的是一事无成的温柔这种话，视一心为他们付出的陈凡为仇人，这样的婚姻还能维持得下去吗？原来这么回事啊！我们被他们耍了。他们也太恶毒了吧！竟然挑唆自己的闺蜜仇视自己的丈夫，甚至还在离婚后还不依不饶。有这种闺蜜，真是倒8辈子血霉了。不是的，我没有颠倒是非，我说的是事实。倩倩，你快说话啊！倩倩，够了！你们说够了没有？我们是在帮你说话，你吼我们干什么呀？你们帮我什么了？一直以来都是你们在挑拨我和陈凡的关系。如果不是你们一直挑拨，我怎么会和陈凡离婚？和陈凡离婚的罪魁祸首就是你们。倩倩，你怎么能这样说丽丽他们呢？今天发展成现在这样的情况，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。你要怪我好了。怪你？最应该怪的就是你！你在这装什么清高？你以为你没有责任吗？你明知道我和陈凡已经结婚了，你还仗着好朋友的名义过来纠缠我，故意贬低打压陈凡，让我对陈凡10年的付出视而不见。你们还真是我的好闺蜜，你们就一点都见不得我好吗？没错，都怪你们，还我奇怪，现在你想推卸责任是吧？江倩倩，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好女人吗？如果你坚定自己的立场，你相信陈凡是一个好男人的话，谁能够破坏你和他的婚姻呢？你和陈凡的婚姻是你自己亲手给毁掉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是我亲手毁了我和陈凡的婚姻。难道不是吗？难道不是你贪慕虚荣不知好歹？我们能毁掉你和陈凡的婚姻吗？现在倒好，你把锅甩给我们，然后把自己给脱离干净。休想！江倩倩，你就是个贱女人！你不许说妈妈！还有你个小畜生！你享受着陈凡对你的付出，然后想让我给他当替代品，结果你对我比对你这个亲爸爸还要好，你不是白眼狼是什么？你闭嘴！江倩倩，李明他说错了吗？我们是收了他的好处，所以处处帮他说话。可是你呢？站在你的立场上，居然帮着我们诋毁你的老公，你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没错，你们母女压根儿就瞧不起陈凡，落得今天这个地步，也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。妈妈，我们真的失去爸爸了吗？我不想失去爸爸。够了！哼，当时不懂得珍惜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。你们竟敢在我女儿的婚礼上闹事，你们好大的狗胆！保安，你们给我记住这些人的面容，这些人被我君临集团永久的封杀，把他们给我扔出去！爸爸！老公，你没事吧？老婆，我没事儿，婚礼继续。新郎，你是否愿意让你面前的这位女士成为你的妻子？无论贫穷或是富有，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你都会爱她、照顾她、尊重她、信任她，永远对她忠贞不渝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我愿意。老婆，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就是娶了你，我爱你。老公，我也爱你。爹爹，去找爸爸妈妈吧。爸
爸爸妈妈，我也爱你们。